2024年的8月26号星期一，在桃园大园的沙滩排球场，今天是2024台中银行亚洲排球公开赛最后一天的赛程。在今天上午要为大家带来2场精彩的 semifinal 准决赛。首先带大家来看到女子组的部分啊，画面上看到这是澳洲跟泰国啊2组人马将要来争抢啊一张决赛的门票。当然，在这一次4天的赛程啊，进行到今天8月26号啊，最后一天，看到在女子组的部分，这一次派出3组人马的澳洲队啊，可以说是大丰收啊。那经过了前面3天的一个较量之后，澳洲队的3组人马在女子组全部都杀进到了最后的一个4强。那泰国这一次虽然也是派出了3组人马，但是只有1组啊，也就是在昨天打败我们台湾刘碧欣跟吴淑芬的这一组啊，能够打进到4强。大家好，我是阿里。这场比赛接下来转播工作将由我，还有在去年在澎湖跟我一起搭档的，也是过去的沙滩排球的国手顾乃涵，跟大家负责转播的工作。乃涵早安。早安，亚里哥，大家好，我是乃涵。昨天的3局大战啊，很可惜啊，碧欣跟淑芬没有能够抢下这个4强的一个门票。不过今天早上啊，我们先带大家来看这一场这个澳洲泰国之战，你怎么看这场比赛？你比较看好哪一边？我比较看好澳洲队，因为毕竟他的身高够高，是，所以他的扣球就有点像室内用强力扣球这样子。那当然，泰国队这边其实我们昨天看到比赛啊，那场3局大战，其实他们基本动作互相 cover， 其实也蛮好的，对不对？对，默契十足。好，我们现在看到现场在介绍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以及双方球员。今天主审是来自我们台湾的裁判哦。是的。接下来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 ，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澳洲队 Team Australia，Number 1 Stephanie Fayez。Number 2 Georgia Johnson。接下来为您介绍泰国队 Team Thailand，Number 1 Walana Chayagong。Number 2 Chalan Nawadi。这2位泰国选手的名字好长哦，而且好难念的感觉啊！真的。不过画面上看到，在这个澳洲选手这边感觉蛮年轻的，不过身材条件非常好。目前在9点刚过，在大园这边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今天的风这个每秒15公尺这样子，你觉得算强吗？多少都会有影响。好，这场比赛开始由澳洲队先来发球。左手的 Fayez， 好球。澳洲的1号球员 Stephanie Fayez， 他是左撇子。哇！结果泰国队这一次的攻击出现了失误，可惜了。在泰国，他们的沙滩排球实力在亚洲里面，现在还不错诶，都可以在前3。前3哈。基本上他们第一队都没真正的第一队没有出来。对。哇！不过一开始是被澳洲队连拿3分，尤其在接发球这边啊，泰国队这边好像还没有马上能够进入到状况。没错。刚才赛前也跟南韩聊到，这次来到台湾也有南韩的球队来参加，不过南韩球队感觉他们的沙排。实力其实好像跟我们台湾有一段差距哦。因为他们可能平常没有这个环境，或者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训练，所以他们只是有比赛来参加。比较可惜的就是因为这一次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桃园站的一个比赛啊，刚好是接在奥运结束不久举行啊，所以很多好手其实就选择在这一站休息哈。对。今年巴黎奥运的沙滩排球其实真的很好看哎，在埃菲尔铁塔前面很漂亮，对不对？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哇哦！现在比分来到5-1了。这场如果泰国没有办法能够突围的话，那今天就确定女子组冠军战会是澳洲内战了哈。对。
哇，连续失误。那在这个时候总分来到了7分，那必须要换边。不过泰国队这个时候是喊了一个暂停。那还怎么看？一开始这个，其实我觉得澳洲这边就只是发球，他们也没有算加压呀。可是因为他们其实有高度，所以在发球的速度跟质量来说，其实在接也不好接。然后再加上，这位泰国选手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自己中华队，我们自己台都会以矮的去做发球。就这一次可能换了一个接发球的时候，他可能还在适应当中。两位泰国选手，你看到Wana Charakul 跟 Chorarutawadis， 这名字真的是好长好难念。而且赛前也跟南韩有聊到现在沙滩排球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穿着，以前是规定好像都要像澳洲队这样的一个穿法，对，要比基尼式的。但是现在好像也，你看像刚结束不久的巴黎奥运也有穿短裤的，对，对不对？短裤或者是机能衣。这个暂停过后回来，结果在澳洲这边啊，这个 Georgia Johnson 罚球出现了失误。每年转播沙滩排球，看到澳洲派来的队伍，不管男生女生都是人高马大。对。他们从青年队其实就有在做培养，所以衔接到成人队其实都还蛮快的。刚才澳洲队的进攻出界，不过泰国队这一波的发球也出了界外。澳洲队选手在沙子里面挖什么？他说是有异物吗？不是，应该是沙子的底部，沙子比较薄、比较浅，所以很容易就踩到底部了。我们知道位在桃园机场旁边的这个沙滩排球场是符合国际标准，108年的全运会那个时候才把这个场地才盖好。不过听说办完了这一次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之后，这个场地好像要改为其他用途是蛮可惜的。真的。台湾原本这个合格的沙滩排球场地就不多了。对，台中跟高雄。对。高雄是靠近在卫武营嘛，凤山那里嘛，对不对？不过那边也只有2面场地，听说。对。那在桃园这边有4面，而且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场地。真的。因为去年我跟乃涵在澎湖播这个沙滩排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为了办比赛沙滩上的沙都要经过好几次的过滤，对，才能符合比赛的一个标准，对不对？因为在海边其实有时候没有办法去预防说人家乱丢垃圾，所以就会有一些瓶盖或牙签。有时候也会有些珊瑚的东西，对不对？会导致选手在做鱼跃扑球的时候出现受伤这样的情况。是的。但是在桃园这边这个场地，这个沙完全就是标准的比赛沙，对不对？场地也够。场上比分9-4，在这边想要利用第2球，泰国队就直接攻击，但是又把球打出了界外。没有掌控好力度。现在总分14分，又是7的倍数所以双方再度的换边。沙滩排球的规则，每一局就是抢21分，当然每到7的倍数的时候就要来交换场地，所以是为了就是在室外比赛因应风向的关系，让比赛能够尽量的对双方选手都是公平的一个情况。结果这个杀球又杀出了界外。对，拦网的高度压迫，所以攻击手在选择的时候失误了。这2组人马在做球的时候，蛮多都是上手举球，跟一般我们习惯看到的沙滩排球比较不太一样。现在的趋势几乎都用上手举球，会比较稳定。对。泰国队这边往后面拨油，好球！利用上手举球的掩护去制造一个2次突攻。11-5，
双方6分差。哇，可惜了。泰国队到目前为止在发球上也出现了好几分的一个失误，我看到就3分了。哦，这球打得够深，好球。你看泰国队这组人马，他们的身材条件也不算出色啊，但是就是这几天看下来，他们彼此的配合的搭配的默契还算是蛮好的。对，比较稳定。哦，刚刚是一个 ace 哎，压线哦。好球。对，刚刚好在界内。澳洲这边接发起来。哇，速度够快。Stephanie Fayez 这位左手的攻击手，刚好就是顺势做一个斜线的攻击。澳洲队2号 Georgia Johnson。哇！看到澳洲这组人马，今天在第一局面对泰国的攻击，几乎都能够守得下来，14比7，总分来到21分。第一局的技术暂停，我们休息一下。2024年的8月26号星期一，这是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桃园站的最后一天的一个赛程了。球评顾乃涵还有我陈雅里，今天在比赛的现场啊，为大家带来这场女子组的4强准决赛，由泰国来出战澳洲。当然在这一次有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15个国家跟地区啊。那有来到台湾啊，报名到这次男女子组的这样的一个赛事，4天的比赛。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好球！哇，又是在界内哦。2个人中间。前2天球评有说，这种球发过来是夫妻球啊。真的。澳洲队这边。哇，可惜了，好球！泰国队的拦网，我觉得感觉上完全好像没有办法对澳洲队的一个攻击来形成压迫哎。尤其对刚才攻击得分这个左撇子1号球员啊 ，Stephanie Fayez。泰国队呛死，好球，好球，好球！今天这组泰国队的状况跟昨天对刘碧欣50分的时候的感觉就是有点落差了哈。对，一开始比较没有进入状况。8比16，目前泰国的组合是8分落后。哇，个人失误太多。对。今天在上午啊，男女子组的4场啊准决赛都会进行完毕，到了下午就会再进行最后的季军战跟冠军战。第一局双方的发球好像都蛮多失误的明显的失误比较多。这球发短。好球！
球发短反而在有点破坏到澳洲接发的时候，他们直接选择第二球就进攻了。对，而且他也是左手的，更顺手的能把这颗球处理好。所以现在沙滩排球的一个潮流就是举球已经是很多都是用上手举球了，对，而且不见得一定到第3球来进攻，对，对不对？几乎如果是能在第一波把球垫好之后，可以做第2次突破或者是做移位，现在是沙滩排球蛮流行的趋势。总分28分，现在双方再度的换边。对啊，因为在之前看巴黎奥运的沙排就很多，包括男子组的比赛，哇，几乎都是在第2球就到位就直接攻了。对，因为让拦网跟防守来不及判断。发球失误太多了。对，泰国队今天是太早起了吗？不过连打4天，说实在的，今天说实在也蛮累的啦。对，而且桃园的天气非常好，然后选手也会觉得非常热。好，这球出界。不过这4天，我觉得在这次比赛啊，老天爷算蛮帮忙的啦，对，因为全台湾这几天其实上午虽然热，可是下午常常很多地区会有这种雷阵雨。不过大园这几天都没有下雨。对，我们有提早上来适应场地的时候，也都是下着大雨。哦，是哈。对。南韩是这一次我们中华队的带队的教练了。那今年跟去年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在男女子组只有各派2组人马。对。去年女子就派了4组，对，男生3组。澳洲队第一局的局末点，好球，好球，其实我觉得以台湾这样的4面环海的海岛国家，是真的有条件啊，来好好发展沙滩排球运动。没错。好球！这个发球爬过去了，连续化解了对手澳洲队2个局末点。不过现在13-20，澳洲队还有7个机会，罚得很深，有破坏到接发哦，这是泰国的chance。哇，高真的是有用啊！对。这一球结果推一个斜线啊，在澳洲这边推出了界外，连续3个局末点被泰国队化解啊！澳洲这边要喊一个暂停，来喘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知道沙滩排球，如果您是第一次现在透过转播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在场边暂停的时候是没有教练可以给你帮助的，你没有办法做指导的。对，选手必须要靠自己的一个互相的一个调整跟告知啊。也利用暂停让自己冷静一下。20-14，澳洲队还是有6个局末点的机会。在泰国这边，我觉得在第2局如果能够减少失误的话，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有一拼的一个机会啊。没错。哇！接发球的失误。最近的泰国是连拿4分，拉出了一波4-0。所以你看，总分现在35分啊，7的倍数又要再度换边。那现在这个发球是属于顺风的一个情况。对。Johnson 这一个直线攻进去了。好球！在被对手啊这个化解了4个局末点之后，最后21-15啊，澳洲还是顺利的拿下了第1局。休息一下，稍后来看第2局的比赛。
画面上您看到的是2024年的8月26号，在桃园大园沙滩排球场正在进行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最后一天的赛程。这场女子组澳洲与泰国的4强战，将要来决定哪一组人马能够杀进到今天下午的冠军战。哇，一开始看到又是 Stephanie Fayez 斜线的一个攻击，好球，而且很斜。哇，这个跳发又是一个在界内落地的 ace。现在的发球得分几乎都是在2个人中间。嗯，对，就跟网球的双打要往对方的中间打一样，会造成2位选手的沟通上面的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对不对？默契上的考验。哇，这个球掉的比较深，再度的在界内落地。第2局的一开始，澳洲又是拉出了一波3比0，人高的优势。哇，泰国这边接发球还是没有能够到位啊。对。因为现在在这边是算发球逆风，在那边接发球会比较有点影响。嗯。所以被对手打了这一波4比0啊，泰国这个时候马上是喊出了暂停了。这个暂停用掉，这场比赛除非有第3局，要不然就没有暂停了。没错。乃涵觉得泰国这边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赶快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改善呢？因为到目前为止，整个接发球还是没有办法进入状况。因为风现在是往右边吹，所以我们左边的选手可能要接的面积比较大，但可能2个人互相沟通好自己接发球的位置。对，然后因为对方的拦网比较高，所以当你能把球接在稳定的状况下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移位。对。沙滩排球选手啊，要到每一个地方比赛啊，首先就是要去观察这个场地的风向。就连我们地主队的选手啊，乃涵也讲说，我们是提早这一次来大园这个场地，也是来了解，因为春夏秋冬4个季节风向都不一样。没错。对不对？对。好，来看看泰国队这一波的进攻。好球。并没有大力的打，反而是收到效果。泰国队2号选手 Chanadurwadi 守起来，好球，修正。哇，今天很多修正球，最后的进攻都太勉强了，而且都是像刚才这样的打出界外。对，没有掌控好力道。沙滩排球比室内排球，其实如果我们讲底线啊，就是大概就是短1公尺，对，对不对？好球，好球，好球。泰国队2号的 Chanadurwadi 5比2，7分之后，现在是双方换边。哇，可惜了。这个接发球，泰国队2个人太沉退了，反而原本是应该对自己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对方好像接发球的一个状况啊，呛死球。但是你看前排没有人，没有注意到，哇，可惜了。澳洲的发球，他都还蛮有策略的，外侧或中间，而且都跳发呢。对，都发的蛮准的。
好球，好球，好球！球。泰国队这一局想要赢澳洲啊，必须要先把整个防守先做好，因为防守感觉上现在好像完全守不住澳洲的进攻哎。对，防守没有，然后就要注意一波，然后一波的接发球也失误比较多，所以真的要加油。因为你没有防守的话，就没有办法把现在场上这个5分的分差给追进。对。比较开网哦，这个球好，又是澳洲的chance。太早准备想要退了。虽然是左撇子，但他看到菲尔斯，他这个是用右手直接推直线。这几天的转播其实也跟大家讲到，沙滩排球跟室内排球不一样，就是你在做吊球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拳头，可以用什么，可是就是不能用指腹、手掌，对不对？骂包哇，可惜啊，泰国队没有掌握住机会。不过澳洲这一次的攻击出界，界外。好球！哇！感觉是发的，在逆风的情况之下，大力发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又发出了界外，可惜了。10比4，又是总分7的倍数，现在再度换边。因为泰国队现在在追分，所以他应该是策略想用发球来做压迫。对。好球！这个球往后场来推，造成了澳洲队1号的 Fayez 的一个单手救球出界。对，你看慢动作看得很清楚啊，要抓过去一定是手是这样子，像顶球吧？对。澳洲这边接发出现失误，这个修正球，泰国队chance哦。哇，在界内，澳洲队菲尔斯的这个左手重炮真的是威力很强啊！他看起来很瘦，但是他的弹速跟他的球速很快。而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澳洲队这2位选手哇，这肚子上都是6块肌啊！哇，可惜了。其实泰国队一直想尝试一些改变，不要节奏只有1、2、3，但现在就是真的掌控不到球。做球啊，太靠网了！啊，可惜太靠网了。这一个做球做到整个距离网子非常近，就是一个骂包啊，直接被澳洲队这边2号的 Johnson 把球给压下来，比分又有点被拉开了。澳洲队今天发球也出现蛮多失误，但是感觉上就是好像蛮轻松打的。对，因为他们的一传其实有到位，所以他们可以做移位变化，然后泰国队又没有办法守起来，所以连续的失分。泰国今天在发球跟进攻上都没有办法给予澳洲队压迫，反正就是澳洲，你看就是怎么接、怎么举、怎么打都好轻松。刚才又是 Johnson 的一个直接有点像这种像室内排球背飞的这种打法一样。对。来看泰国这一波进攻，哇，被吹了10球啊！所以现在比分来到了15比6啊，总分21分，这是第2局的技术暂停，休息一下。
run behind. Yeah, I love that. I like the speed of it. ดีไหมอันนี้มันแคบไปแล้วนะก็เป็นยัง ตัวแคปทำมาเล็กไหม ต่อบอลประเทศนึกถึงทำการตัวเอง I feel like the side outs have been really nicely set up. Agreed. Let's keep that going. 好，在隔壁的场地啊，正在进行女子组4强的另外一场啊澳洲内战。那不过在转播的主场地啊，看到在第2局的比赛，这个在澳洲队这边啊得理不饶人啊，完全是这种一路压着泰国队来打。泰国队这边接发之后，这一次进攻又被澳洲守起来，直接哇，推向空档。今天在澳洲这边打得太顺了，对，让泰国的拦网不知道该拦还是要该推。对，刚才又是直接第2球就直接把球送过来。不过今天澳洲也蛮常发球送分的，不过这本钱够出了，16-7，这个逆境球不好打。真的。泰国这次发球还不错，哎呦，哇，菲尔斯又是一个左手的重炮，这球直接砸在泰国2号选手的身上。来看这个球慢动作，另外一个角度，好球哦！今天澳洲在进攻上配合的举球攻击都非常到位耶。对啊，就是有移位、有高度，也有打短的，默契好好哦。在隔壁场地是澳洲2队跟3队在争夺另外一张决赛的门票，那所以看起来今天在女子组，又是举球的时候被吹了持球，对，所以现在比分来到19-7了。澳洲队2号 Johnson 的发球，虽然今天发球失误很多，但是他们就像乃涵讲，他们每一球发球都是有策略。对。要不就是加压，要不就是打2个人中间。对。哇，可惜了，也想加压，但力道没有控制好。所以这场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了赛末点了，20-8。28分的总分，7的倍数啊。那现在换边过来，澳洲队1号的 Stephanie Fayers 发球，看他最后这一球要怎么发，跳发的一个加压吗？这一球结果最终泰国队进攻出界，第2局结束，这一场女子组的4强战啊，看到澳洲1队啊。直落2，21-15 21-8，恭喜 Stephanie Fayers 以及 Georgia Johnson， 他们取得了在2024年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女子组决赛的资格。好，恭喜澳洲1队啊，在今天8月26号上午的女子组的准决赛，
那是直落2击败了对手泰国队啊，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在今天比赛最后，请教我们的球评顾乃涵，你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两队的表现，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澳洲队今天在一开赛的时候就是强力的发球，然后有策略的发球，然后在拦网防守上面也有造成对方的压迫，所以让泰国队在一波没有办法完整的有效攻击。然后澳洲队他也有做一些移位，所以其实打的都很顺手，战术都有策略都有打出来。对，那恭喜澳洲队拿下了决赛的门票。那当然，现在这场比赛的胜利也确定了，在今天下午啊，女子组的冠军战啊将会出现澳洲内战了。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提醒您，在稍后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上一场，这是男子组的这个4强准决赛，一样是澳洲跟泰国的一个对战组合。那看看男子组这边啊，泰国这边能不能争气一点啊？那在这边先告一段落，我是陈雅里，跟我们的球评顾乃涵，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在下一场更精彩的比赛再会，拜拜，拜拜。
8月26号星期一，在今天已经是这一次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4天赛程的最后一天了。在大园的沙滩排球场地啊，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这场男子组的 semifinal 准决赛，将是由泰国来对上澳洲。两组人马要来争夺一张决赛的门票。我们来看到这一次在男子组的这样的一个树状图啊。当然在男子组的部分啊，最后杀进4强的，哇，没有日本哎，没有伊朗，结果只有这2个国家，澳洲跟泰国。今年在整个男子组虽然来到大园啊，来到台湾参加这次桃园站的一个队数，并不是像去年澎湖那么的多，不过竞争的一个强度、比赛的一个精彩度，仍然是相当的一个有看头。大家好，我是陈雅里。这场比赛接下来转播工作将由我，还有在我旁边的黄宏清来负责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宏清你好，戴哥好，大家好。刚才讲到说泰国跟澳洲这次还蛮特别的哈，对，都要在4强战当中狭路相逢。日本这次也派了3队，但是日本这一次竟然3队都止步8强，哇，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一次在台湾所举行的这一次的亚洲沙滩排球赛桃园站比赛强度真的是很高啊。对，那基本上现在进到最后的这个 Final Four 就只剩下这两个国家在竞争最好的名次。像我们现在这场球赛的隔壁第2球场是女生的澳洲队就互打那好像赛事已经结束，那其中有一队就至少可以进到金牌战。没有，今年女子组下午的这个已经确定了，就是澳洲对澳洲，一定是澳洲内战。是。场上现在在介绍这场比赛执法裁判，这个是陈国伟，来自马来西亚的裁判。那现在今天的主审是孙永熙，也是我们台湾这边的沙滩排球的国际裁判。那其实这一队的泰国组合大家应该不太陌生就是他们之前曾经到过我们的澎湖，那个时候拿的名次是第3名，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对这个泰国组合大家都蛮有印象，而且他们进步也非常的快。去年在澎湖他们是拿到季军了，是。其实我实力的话，就是比去年又有进步，而且发挥也蛮稳定的。是。2队的打法上面，澳洲是采用一个比较高举高打的一个战术因为要善用他们的一个身材条件。那现在澳洲队很多他们都尝试会用这种移位攻击从2号位跑到4号位这个地方来攻击。那泰国队这边就是打一个比较稳定的就是虽然说没有很高的身材条件，但是他们的防守是非常的稳定的。这场比赛开始由泰国先来发球 ，Pravi 这个发球加压。但是这个高举高打，澳洲这边攻击出界。对，前几天的赛事很多澳洲队的攻击比本身的攻击手的稳定度没有那么高那有时候陷入苦战的时候，就是攻击手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他的状态不是非常稳定的状态。再做一球，这一球有了。当然在这一次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在澳洲、泰国、日本都是派了3队来参加，是，我觉得蛮捧场的。对，尤其在今年，其实巴黎奥运刚结束那其实很多队都是选择休息对。那这4天在大园桃园机场旁边这边的大园沙排的场地，其实老天爷很帮忙。4天其实下午都没有下雨。对。这次来到台湾参赛这些来自于全球各地的选手今天下午打完比赛之后，其实我是可以建议他们去旁边的竹围渔港可以吃海鲜没错，对不对？没错，因为竹围渔港毕竟是在我们北台湾是一个吃海鲜的好地方，一个观光胜地不过就我所知，澳洲还是比较倾向于吃素食台湾的素食。真的吗？对，因为昨天我回饭店的时候，去到旁边的 Burger King， 然后有几个澳洲人就去 Burger King。对 Burger King。OK。你刚刚讲素食我以为是我还是 vegetable， 我以为是 fast food 加菜。澳洲跟台湾同样是4面环海的国家，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沙滩排球的发展方面，我们台湾应该真的好好加油是，哇，好球！看到在泰国队1号球员 P 号
这个斜线的攻击得分，现在总分来到了7分，双方要来换边。两边应该都对对方应该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分析哦，所以其实他们现在都有在设定第一球的发球要发给谁啊？这个球接过网了哦，又是泰国队1号的 P-Hack， 直接在网上啊，把这个8包球给压了回来。P-Hack 跟 Pravi 这一个泰国的组合啊，他们在这次报名是属于泰国1队。那今天对战的是澳洲这个组合啊，这个 Howard 跟 Ryan 啊，这是澳洲3队。不知道他们在报名的时候是不是要按照实力这样子1、2、3这样？对，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有看过前2队的澳洲队打哦，那我觉得如果在经验跟实战能力上面，这队确实是在三队里面是排名比较后面的啊。但是也是成功最后杀进了到最后的4强了。今天女子组的决赛已经是澳洲内战，那男子组的决赛有没有可能是泰国内战或者是澳洲内战，对不对？是，现在几率都在的。哇哦 ，Pravi 个头不高哎，你看，但是你看 Pravi 救球之后，待会儿等一下又是直接跳起来，起身来做攻击。这边要尝试一个2次攻击，结果出界。哇，澳洲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哦，失误非常的多。啊，比分9比3，澳洲这边请求暂停。这个时候要利用1分钟暂停的时间啊，那自己选手下去来做一些沟通，是来做一些调整，因为沙滩排球是不准教练在场边来做指导的。是，而且有时候观众、你的队友或是你的教练团哦，在外面也不能，就算到外面的观众席也不能做指导的一个动作。这是不是跟网球好像有点像？对，网球的 coaching 呢，其实在之前是要求的更加严格。沙滩排球可以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一个逾越救球的动作。暂停过后回来。目前澳洲队这边3比9 6分落后。那以泰国队就是打了一个稳定球风哦，所以其实现在落于这个落后区状态的这个澳洲队要追分就会更加辛苦。泰国的1号球员 P-Hack 发球出界。接发球没有到位，但是这边修正回来是好球。P-Hack 斜线被澳洲队守起来，澳洲队呛死哦。哎呀，但是这一次进攻，又打出了界外，都是自己的失误啊。不然，其实以澳洲队的打点来说的话，其实他就先稳定的把球打进场内就好了哦。第一局比分来到10比4，泰国现在有着6分的领先优势。滑云上的澳洲组合机在第一局的确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不管是攻守方面都一样。接发之后比较靠网的这个球救起来，哇！两个人这次都没有碰到球，对，感觉这个球应该是泰国队这边没有掌握住球的这个位置跟方向啊。哇，那沙滩排球其实拦网就算是第一次击球了哈，但是拦网的那个人还可以再做第2次的击球，对，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规则。哦，漂亮的拦网哦。哇！但是主审应该是认为说这个球是打在网带上面哦，是挪印哦。对，是挪印。那可能要跟第2裁判，因为第2裁判这边的距离比较近啊，可能确认一下，看是不是有 touch 的状况。
还是维持原判啊，把这一分是判给了泰国这一边。嗯，慢动作看起来好像是有 touch 到。这个如果有像室内的挑战的话，应该会有。哇，又是发球的直接得分啊！分数现在拉开到12-5了。现在在隔壁的场地啊，在进行另外一组啊男子组的4强准决赛。那对战组合同样也是泰国对澳洲。对。这个球有了，这一次的接发跟攻击配合的，澳洲这边就相当到位。是，因为你的身高很高哦，所以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尝试，不一定要等到第3颗球才来做攻击。这球就是直接打你的指尖呐、对，很聪明的打法，而且是改变路线哦。澳洲这边拦网是跳得很高，但是我就是瞄准你的指尖来打。哇，这次的发球也是加压哎、对，很聪明哦。那大家不要认为说，好像虽然说沙滩排球的场地比较小哦，那2个人下去接发，其实在接发的时候，那压力是很大的哦，因为毕竟你要移动，然后在沙地上面移动，本来就比较困难。那如果说你对方发球又发在2个人中间，其实第一时间不太好判断谁要去接啊。这是一个骂包球 ，Pisak 直接把这个骂包给扣下去了，15-6，目前总分来到21分，第一局的技术暂停，我们休息一下。在第一局这场男子组的 semi-final 啊，目前泰国队是取得了15-6，多达9分的领先。那澳洲我觉得在第一局啊，虽然人高马大，但是他们在整个攻守上自己的失误，让他们现在在分差被泰国这边完全拉开。对。而且泰国在第一局哦，还是有贯彻他们一项比较稳定的球风哦，不管说是在拦网还有后排跟前排拦网的这个搭配的防守站位哦，都做得很好。发球加压，但是出界。泰国这边在第一局也发出了有好几个 ace 球啊。在男子组的沙滩这个排球，其实在发球已经跟室内差不多了，就是一定要加压，才能让对方的这个接发来有压力，是出现接发的一个不到位的一个情况。对，那你防守也会比较好防守。成功的拦网。这个球虽然比较靠网啊，但是看到在澳洲这边1号球员的 Ryan 直接让对手吞下去了。那刚后排的这个 Joshua 也是很聪明啊，知道前排的有身高优势，防守起来马上就往上去送。好，这边往空档来拨，有。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追分，慢慢澳洲队有进入到状况。对。不过还是有着7分的落后哦。这一个直线球，虽然已经站在这边等了，但是因为整个扣杀的力道太大，对，打在手上喷掉。泰国队1号的 Pisak，
好球，1对1，完全不怕人高马大的澳洲 Poravit 的攻击得分。沙滩排球的球也比室内排球要稍微大一点点，对不对？大一点，大一点。好球，直接在一传啊，就是第2球就进攻了。这样子的结果，也就是可能的原因，就是对方的发球没有加压。所以你发的比较呛死球过来的时候，我接发球的人，我就可以很大胆的做这种2次进攻的战术。的确，总分28分，7的倍数交换场地。那现在继续由澳洲的2号的 Howard， 这次发球并没有加压哦，所以直接让泰国这边做了一个吊球。澳洲这边向裁判在抗议什么？他刚刚是，这个 Howard 应该是说他有把这个球救起来，余耀有把球救起来，但是裁判是认为已经先落地。对，来看一下慢动作。哇，这手在沙子底下，我觉得应该他是对的啦。对，因为你注意看刚刚那个球起来之后，它其实球有呈现一个倒旋的状况，代表说你的拳头是手的部分有做一个上勾的动作。对，不过刚刚主审是有裁印说，可能他跟副审这边的判决是一样的哇，澳洲队这边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发球的失误啊，让第1局比数现在20比11。泰国在这场男子组准决赛第1局先来到了局末点。哇，又是一个再见的 ace， 哇！所以在第1局的比赛啊，看到澳洲对泰国，泰国是以21比11，在这场男子组的准决赛先取得点，休息一下。2024年的8月26号，这是在桃园所进行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最后一天的赛程。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男子组的准决赛，由泰国对战澳洲。哦，泰国这一次拦网，Pisak 拦得扎扎实实啊。虽然个头比对手澳洲矮，但是你看这个球完全让澳洲踢到铁板。大家要知道在沙滩排球场上跳起来拦网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真的。那你整个起跳时间要像室内排球一样要抓准，然后要判断对方的这个攻击的路线等等。Poravit 的这个接发 ，Pisak 原本想要做一个用手拨的动作，对，但是球没有能够拨过去。想法很好，对，澳洲这边有没有过往击球啊？应该是没有，对，应该已经到了网带这个上方的这个区域了。好球，打得很聪明啊 ，Poravit。而且沙滩排球的吊球不能像我们一般来说的用这个手指的指腹来吊球，都要像一个类似像鸡爪似的，用指头的这个骨头的部位把球顶过去。我觉得用鹰爪会比较好。是鹰爪功嘛，对不对？是。
澳洲队刚才的一个强攻得分，在第2局目前澳洲队3-2领先。这个吊球判断的很准确哦，跟到最后接近地面的时候才决定放掉。那我觉得澳洲第2局的时候要避免像第1局一样，一开局过多的失误，让泰国队很快就把分数给拉开啊。这球又是压在线上，好球！澳洲这边大反攻哦，刚才发出了一个 ace，5-2。来看慢动作，哦，这球扎扎实实的压在线上。总分来到7分，双方要再度的换边。第1局虽然澳洲这边是被打了一个有点措手不及啊，21-11啊。10分的分差，不过现在看到第2局的开局，对于澳洲来说是还蛮不错的。Private 这一个攻击球直接被澳洲队的 Ryan 给拦回来。这应该所有的路线哦都已经被包死了。披萨这一次的斜线攻击，结果泰国这边又把球打出了界外，所以在这个时候泰国这边，哇，要喊个暂停来缓一下了哈，调整一下节奏。这是泰国队的教练，只能够坐在旁边干着急啊。Tip jump Pisa 跟 Tavato Poravit。那现在澳洲有着5分的领先在手，第2局接下来他们就是稳扎稳打，对，尽量避免失误，是，那就可以把比赛拖进到第3局。对，特别是在第1局出现蛮多攻击上面的失误啊，等等哦，在防守上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看到这个网上的相持，两个人双方选手这个手接触不会犯规吧？对不对？哦，就是刚刚这个争议球哦。澳洲队1号的 Ryan 发球，太靠网了。那如果送到网前的话，澳洲队就没有优势了。泰国队就没有优势啊。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泰国队虽然这边哦，这个1号球员的身高是比较高，但是澳洲队现在一直锁定给发球是给1号。披萨。如果说照常理来判断的话，应该是发球会发给这个2号选手，然后来去锁定他的攻击来进行拦网，但是这边都一直发给1号。这一次的接发球，澳洲出现了失误。你看到在男子组比赛，其实很多都是跳发这样的一个加压了哈。是。而且他们这种发球的针对性都执行得很好。好，泰国的机会。对，哎呀 ，Poravit 的这一个攻击球打出了界外，打太长了。哇，不然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第一时间接完小球之后送给往前的 Poravit， 结果自己攻击出界。澳洲这边，豪尔发球挂网。9-5，总分14分，双方又要再度的交换场地。那现在沙滩排球的交换场地哦，也特别的严格了。之前有很多选手都会直接从网带的正下方直接穿过去哦。对对对，那其实现在都会有这个都要往右方这边来做绕场的这个动作，做一个逆时针这样的一个绕行的哈。
那在沙排的球柱的两侧哦，分别有挂了2条毛巾，这毛巾是给选手擦拭这个太阳眼镜用的。那每一队都会有一个专属的毛巾哦，不是混合这样子来用的。泰国这边刚才 Pisak 的往上的一个吊球，现在追到了，只落后3分。这球又被泰国守起来哦。哇！不过 Pravi 这次完全被 Ryan 给拦的，是完全拦回来了。对，今天已经被他拦到2、3颗了哦。这球不管打直打斜，应该都是传不了，因为他整个已经把球的路线给包住了。今天澳洲队发球真的都是发给高的这个，对哦，所以我就很好奇，他们是不是有特别锁定高的这边的攻击路线？但是就目前为止，这个 Pravi 的攻击，澳洲队的掌握度是比较好的。11-6，现在又来到了5分差，对，还是发给1号哈。澳洲问说是不是有触网，还是越界击球？是。这一个加压的发球，哇！在空中这样子有点像快抹这样的一个打法，在界内落地。这个球感觉有点做得太高给他，但是好险，因为他人高马大哦，最后手伸长，还可以把这个球勉强的处理过去。Pisak 这球打直线的吊球，12-8，维持着4分差距。再1分就要来到第2局的技术暂停了。泰国1号球员 Pisak 发球，守不住啊！哈，对，这个攻击现在在第2局进入到技术暂停，澳洲13-8，5分领先泰国。2024年的8月26号星期一，在桃园的大园沙滩排球场，球评黄文清还有陈雅礼跟大家一起来转播这场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在男子组的4强准决赛。泰国虽然是拿下了第1局不过目前在第2局他们是8-13落后给画面上的澳洲队。澳洲队1号的 Ryan 发球。哇，触网！对 ，Ryan 触网了。在沙地上，你要保持平衡更困难。是，这个就是很明显有点冲过头了。泰国队2号球员 Pravi。这球虽然有锁定这个 Ryan 的斜线来做拦网，但是路线还是封得不够斜。第2道的防守，因为攻击力道比较强，所以也没办法防守起来。Pravi 做给 Pisak 这个吊球，
这个球如果前排的 Ryan 哦，这个落下的时候可能往前做一个延伸勾球的话，应该可以自己防守起来。突然发一个对角的比较长的球，对，泰国队发出了界外。两队发球其实都带有一些策略性。皮萨的攻击看起来是 no in 吗？对 ，no in。这球应该是打到网带了哦，很明显的 no in 了。哇，不过这个看到 Ryan 真的跳得有够高的，刚才上半身已经在往上了哈。是。Ryan 又来，哇！所以其实澳洲队哦，他本身的这个失误如果降低哦，稍微再更稳定一点，以他们的这个打法跟身材条件来说的话，真的是比较有优势哦，在这场球赛里面。说着说着 ，Ryan 发球出现失误，17比11。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刚刚在发球的时候，原本面对球网的时候，这个 Pisak 他是站在右边，刚刚因为在2号位的这个进攻一直被锁定，还有自己没办法打过，所以他们在接发球的时候的站位就互相换了一个位置。所以沙滩排球其实你都要随时去观察哦对方的这个战术，然后你跟自己的站位有没有需要调整。这是泰国的呛死，好球，Poravet 直接做一个斜线的一个吊球。Poravet 现在发球，他的造型好像少林武僧哦，对不对？你看像不像？像少林武僧。哇，那整个肌肉的线条哦，这练得非常的好。这沙滩排球，你真的大家看，这每个都是6块肌。对对对。难怪他们就可以很自然的这个脱衣服上我们的接驳巴士，然后回到饭店。在这边的一个强攻 Poravet， 不过现在还是。澳洲队是5分的领先优势。其实我觉得看到目前第2局为止，两边的攻击啊，以第2局来说算是5-5波了。对。但是我个人认为沙滩排球的每一局的开局就很重要。就是你前面如果被人家拉开太多的话哦，那基本上一球来一球去的话，你一直维持到比赛的后半段。很难去追进这样的一个分数，所以开局前面哦，真的避免让对方去把分数拉得太开啊。对，像第2局比赛，澳洲在一开始就等于是8比3呢。对，那个时候对，还记得这个泰国就喊出了暂停。你看到现在5分差距，一直到现在。对。19比15，4分落后的泰国队发球，这个跳发又是直接发出了界外。现在20比15，澳洲来到了第2局的局末点，总分35分，所以这个时候再度的交换场地。不过 Howard 你看他刚没有绕啊，他刚擦了眼镜之后直接从往下钻过来。对，这个像这个裁判都可以去制止的哦。这个球结果打在网带上出界了。在第2局的比赛啊，看到澳洲队是以21比15扳回一城。这一场2024年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男子组的4强准决赛，就要来看到第3局，看看哪一队能够抢下决赛门票。
来到决胜局，澳洲队先来发球，泰国队接发的情况之下，这个球想要拨过去，被前排的 Ryan， 来看到这个拦网。对，所以澳洲队在前排哦，泰国队这边想要做一个2次进攻的战术，就会成功率就会比较低一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刚才 Ryan 在前排的拦网很有侵略性，是手是整个伸过了网子对面那边的。基本上你的拦网的点够高的话，你就不用去猜对方的路线，你就直接2只手往球体的方向去包就好了。Poravet 斜线对角的发球 ，Ryan 这个重炮。那第3局打的是15分制的哦，所以双方分数和是5的倍数就要换边，跟1、2局比较不一样。对，这一个吊球在场内落地，2比2。哇，在这个场地，现在泰国跟澳洲打到3局大战，隔壁的场地不知道现在战况如何啊？是，隔壁的场地同样也是泰国对澳洲的这样一个组合。接发球没有到位，哇，好球！Ryan 的攻击啊，这个修正球的攻击被披萨直接给拦回来。起跳时间也抓得很准哦，因为这个球不是在比较靠网的位置，是比较开网的位置，所以你要在起跳的部分的话，要再更慢一点点哦。那我披萨克刚的那个起跳时间抓得非常的准。持球了。刚刚这个上手举球出去，这个 Howard 自己就有一点点没有什么信心了。对，这个好像就是球停留在手中时间太久了。是。裁判抓持球跟连击，其实这差别在哪边？这比较当然是停留时间啊。那连击还会伴随着很多，比如说球的转动，对球的转动，然后击球的声音跟拖出去的那个感觉。哦，都会考验到这个主审的主观判断。Poravet 这一球守下来之后，而且他你看，马上爬起来做一个吊球，直接把球送向后场。最近泰国这边连拿3分，那也让澳洲这边在决胜局喊出暂停。是，因为决胜局只是打15分而已。对，所以暂停一定要赶快用。对，状况不对，节奏不对，要当机立断哦，赶快喊暂停。That's all right. I like you going to that sideline there. Pretty fucking good swing. Get a dig. Everyone get another one of them. Yeah. Back yourself in, mate. Where you see the zone, yeah? Need more hard than that, set? No. Actually, yeah. Let's get rid of the middle quick and run middle. Yeah, okay. Middle step forward. Yeah. Keep running that hard ball, man. Like you've beaten them on the line every time. 3分的落后。当然，刚才洪先讲到，好，这是在隔壁场地啊。这澳洲1队跟泰国2队现在也是打得很激烈。对，现在应该是进行到第2局哦，不过可能没办法知道第1局到底谁获胜。对。Ryan， 哇！这个攻击在界内。我第一时间我以为是攻击出界。这球发的比较短，泰国队这边还有，哇，可惜哦。澳洲队虽然人高马大，不过面对这种需要低角度来救的球，有时候对。毕竟那个高大球员要弯腰或是做一些比较接近地面的一些动作，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泰国队这边呢，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哦，让澳洲队这边多一点的移动。哇，这个发球也是不错。好球，好球 ，Howard
并没有选择强击，而是选择用这个鹰爪的一个方式啊，把球拨向了这个空档。你看，他好像是用拍的，是用这个掌根的位置。嗯。哦，就把球被挤压到了。对，泰国队2号的 Poravet 站位有点太前面。你看慢动作，澳洲队刚才这个跳发球完全是没有什么旋转，对，就是很飘。那你在这种室外开放的场地哦，这个球如果又很飘，真的不好接。皮萨发过来，澳洲举起 Ryan。澳洲队现在开始改变打法了哈，没有做这种太多的强攻球，反而是吊点哦，打这种小球的战术。泰国队的领先优势只剩下1分，在这边的这一次的攻击，皮萨直接被空中的 Ryan 给抓了下来。是，来看一下慢动作，不管要扣还是要吊。哇 ，Ryan 跳得够高啊！7比7，这个下巴已经在网袋以上的位置了。2号的 Poravet 这一次的斜线攻击，好，总分7比8，来到15分，要来交换场地。当然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在今天最后一天上午的赛程就要全部结束了。上午的男女子组4强的准决赛 semi-final。结束之后，下午1点钟开始，为大家预告1点钟开始，继续在大园的沙滩排球场进行最后的季军战跟冠军战。这边被吹了连击啊，是连击了。泰国现在又把领先优势拉开到2分，9比7。被拦回来，碰到身体之后，再用手去打，这样就形成了连击。是可以允许拦网下来，可以再做1次的击球啊。刚刚已经连续2颗了哦。Ryan 的这个球没有包住，自己攻击出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1局一直提到的失误过多哦，其实都是可以在自己的掌握上面，那个球没有完全的手掌没有做好包覆啊。澳洲队好不容易一路追到了7比7平手，但是最近又是连丢3分呢，包括了泰国队这边的主动攻击得分，以及澳洲这边的攻击失误。这球不接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出界。哎呀，在这边又是一个攻击出界，哇！不管是1号的 Ryan 跟2号的 Howard， 结果现在都出现了攻击失误。对，所以我有时候很纳闷，就是说澳洲队的打点这么的高，但是他们都很想要把球打到一个很刁钻，然后比较长线的位置。那如果说你的手掌包覆的没有很好的话，很容易就会形成出界。因为其实如果你的打点够高的话，你那个入射角是非常广的哦，可以打短，可以打比较近一点。这个时候这个发球失误太伤了，我觉得好不容易追到现在3分，但是这个失误现在12比8。对，然后你看泰国队这边，其实他也没有得分失分，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情绪，就是保持一个很稳定的状态。在今年2024年这一次的这个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桃园站的表现，韩国队真的让人刮目相看哦。想说日本也派了3队，至少应该会有1队进4强吧。对。哇，这个你看都是这种很长线的攻击出界。Ryan 再度的攻击出界，13比8。
不是没有攻击的机会，澳洲有攻击的机会。这一次直接一传之后的进攻，第2球进攻。那如果这一场球呢，泰国队有获胜的话，我们就证明说，其实沙滩排球真的不是只有完全靠身高就可以取胜的一项运动。Ryan 的攻击，泰国队守起来，泰国队的 chance。Poravich 这一次的攻击，哇，那这时候就来到了赛末点了 ，match point。Poravich 是今天场上4个人里面个头最矮的，不过你看他这个斜线的攻击，这个时候罚球肯定要加压了，没有不过这个罚球针对了对方的 Howard 过去 ，Howard 接发球的失误，第3局的比赛结束，15-9，恭喜泰国队的这个组合 Poravich 以及 Pisak 他们取得了下午男子组冠军战的门票。好，这场男子组的准决赛经过了精彩的3局大战恭喜泰国队是击败了澳洲的 Ryan 跟 Howard 的一个组合取得了下午冠军战的一个门票。当然，针对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不知道球评洪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泰国队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发挥那虽然说身材比不上澳洲，但是其实他们的整体的拦防在上面是很有系统的来去因应澳洲队这边高举高打的这个路线。那我觉得澳洲队呢，真的如果他们好好的发挥的话，应该分数不至于被拉得这么的开。主要还是过多于在说第一个接发球不理想，再来是攻击。该得分的球没有得分那在沙滩排球里面就很伤了。对，今天澳洲看到第3局及决胜局的时候，蛮多的攻击球都是自己攻击的，对一个出界。是，那这场比赛泰国队的胜利，我想就是像洪金刚才讲的，证明了沙滩排球高个子有的时候也是会翻船的是。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到这边要告一段落，提醒您在下午的1点钟开始我们要继续的为大家来带来男子组跟女子组的季军战以及冠军战，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那我是陈雅里，跟我们的球评黄文金在这边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在下一场更精彩的比赛再会喽，拜拜，谢谢，拜拜。Come on!